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一翔议员、蓝轩小姐、苏清泉委员、洪孟凯委员、陈世轩议员。好，贺锦丽的副手 Watts 说跟两岸都很有渊源了啊。年轻时候曾经来过台湾，到大陆教书、度蜜月很多次访问香港但是呢又很长期关注大陆跟香港的人权的议题哈。那他虽然常常批判北京，但他还是认为中美不应该对立的，批判归批判那么基本上合作归合作范斯这个川普的副总统去主动出击了，来骂这个贺锦丽他们，贺锦丽团队就说呢，你是 weird 的怪人，很奇怪，讲话很奇怪那另外呢，这个反正最后的黑名单、黑资料都被挖出来嘛。现在呢，他的黑资料被挖出来，说29年以前他当老师一天晚上呢酒驾超速而且超速蛮多的就是说当时的速限是55英里，他开到96英里等于是每个小时154公里超速被警方拦下来了。然后呢，酒测0.08是最高限，它是0.128多出来将近50%非常刚刚喝酒喝的不少了那警察说有浓浓的酒测味道那后来呢，他就离开学校了他也这就戒酒了，对，也戒酒了，但是也离开学校。他其实上次学就被他挖出来了这种事情瞒不住的他的讲法是说呢，他已经得到很大的教训了，而且他戒酒了，从此就不喝了，31岁从此不喝酒了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人呢，我超激动了我非常激动他是聪明版的贺锦丽，相当于 Sanders 也是一个被认为在民主党里面呢相当左的人我大学生很喜欢他那他说呢，这个 Watts 在移民问题上很软弱，非常沉迷于跨性别他们会让这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这两个就是共产党让美国就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那贺锦丽为什么不选宾州州长这个夏皮洛，而去选 Watts？ 说让川普的一部分盟友如释重负因为照理讲应该选择一个摇摆州这个Watts 的这个明尼苏达州本来就是贺锦丽的州所以你不选他也是你那这个 Watts 呢是主打劳权绿能那刚好是川普的对立面那另外呢，这个也有专家说了，贺锦丽犯下选战的第一个错误，就选了 Watts 当副手，所以看起来这个看法有不同。我们看一下。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跟搭档华兹一起抵达威斯康星州，不过他前脚才离开停机坪，对手范斯后脚就抵达，还刻意跟记者这么说。I just wanted to check out my future plane. You did see the vice president. I saw her car. I did not see the vice president. 贺锦丽跟华兹合体造势，访问威斯康星州以及密西根州，都是力挺民主党曾把拜登送进白宫。The path to the White House runs right through this state, and with your help, we will win in November. We are going to win. 不过，共和党川普阵营开始攻击华兹，在6·4天安门事件后到中国教书，跟中国关系密切，甚至暗示他是中共特务。然而，日经亚洲指出，近年华兹对中国立场已转趋强硬，在国会议员期间支持多项批评中国人权纪录法案，并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香港民运人士会面。This is a guy who's proposed shipping more 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But I know bullies, and I'm not a name caller, but what I am as a teacher, I observe things. So I want to tell you what I observed and you've observed about these guys when you see them, that it's a very clear thing. Yes, they are creepy and weird as hell. 另外，根据路透社最新民调，贺锦丽获得越来越多黑人选民支持。7月份已有高达70%黑人选民愿投给贺锦丽，川普只获得12%的黑人支持。不过，白人选民方面，多达50%愿投给川普，只有36%支持贺锦丽。路透分析，双方竞争仍不相上下。美国的黑人其实比例很少的，只有11%的黑人选民白人是72%，
好，当然未来的新生儿白人已经是少数，但现在白人还是多哈。但是黑人的11%是很关键的，特别在摇摆州很多关键的时候，不要看那11%倒过谁，或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就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哈。来，老沈怎么看？那个 Vance 第一天被提名的时候，我看错了，我认为哇这么厉害，这个川普提了他，因为这个人有故事性，而且出身不好，但是他一生的转折又写了卖座很好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提了。但是我这种感觉，这种错误的判断只维持了1天半，后来我觉得他不行。因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白人里面非常自大，非常自以为是，而且讲话就是讲，刚才恁别丢你啊，别人都没讲那这个所以呢，自从这个贺锦丽提了这个沃尔茨以后，这个川普的团队当然尽力修理他，说他是左派的左派，还有就是把中西部看成只有牛跟石头。要把中西部这个加州化，但是你看他们骂的内容是没有实质的内涵。你如果这个沃茨是左派的话，我觉得他没有民进党左，他跟民进党相比，虽然民进党的左也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左，因为他说的州长他落实了嘛，他比起美国的右，他是左，但是他是务实派的左。那沃茨的一生的做的重要事情，这个一直当国民兵了，18岁就去当了20年了。那第二个呢，回来教中学的时候，还兼了美式足球的教练，还拿到4座奖牌。这2个行业都表示什么？他不是精英呢，他不是美国人社会里头的秀逸分子。他到底有没有大学毕业？好像没有。都没有提啊，有啦，州立大学，不过有到高中教书，应该是有这个州立大学，就看年薪不是好像也是在当兵当中去补起来的。所以呢，他这样的人美国一般现在民主党最缺的票里头最能够认同，这个就是 Uncle Next Door， 就是我邻居的那个阿伯，就说因出身不好，可以拼才拼出来，2个头路拢是。破死人开去走一条路，而且他口条也不错所以呢，今天川普阵营说，哎呀，我们输了一口气，原来你是挑这个 number 3的，不是挑 number 1的Shapiro。但是这个差别在哪里？因为宾州是比明尼苏达摇摆，因为明尼苏达本来是民主党比较稳的地方，而且宾州的选举人票比明尼苏达多，所以你抛弃了 Shapiro。而来救明尼苏达的州长的话，你这个相对选举人票的一得一失的话，你这个风险比那个大。我不太相信因为现在刚刚开始，如果这一队如果领先了以后，其他周边的包括宾州都会投过来，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呢，现在我是看好贺锦丽的，但是很多最近的民调，摇摆州。川普都还有一点点领先，不过刚刚开始。但是你川普骂人家，你说贺锦丽，你一向都说你是印度人，怎么一下子变成黑人了？贺锦丽很客气贺锦丽说你要说这个当面我们来辩论，我告诉你，其实他不用讲，他说老师告诉你，我爸爸是黑人，我妈是印度人，这是我的优点，你跨比松快一下，对不对？这个就当面对决了，这个是优点而不是缺点了。这个沃茨在明尼苏达州当州长的政绩还不错，政绩不错那他特别支持劳工阶级的家庭那另外呢，大量投资公立学校、职训托儿所而且呢，通过给劳工带薪家庭照顾假、带薪请病假，支持工会那而且他说2040年之前，明尼苏达要达到100%的洁净能源，这很不容易的那去年呢，他减税。减得非常多，是明尼苏达有史以来最大的减税措施共和党其实都知道，共和党本来支持减税嘛，民主党本来是要加税嘛，他去明尼苏达减税，而且还有这个州还有好几十亿美金的盈余那他也资助学校免费午餐然后呢让交通运输能够更符合环保等等，还有提供各种住宅等等。他今年61岁了，手中从来没有股票。他当选州长以后要搬进官邸，所以他把他故乡这个房子卖掉了。你晓得他房子值多少钱？新台币900万。
新台币9万，你让台湾人听听看。不过那华伦巴菲特的房子也是旧的。来，一下，其实我觉得，自从贺锦丽去提名这个哇之后，我觉得整个那个团队的这个动力回来了。现在我觉得确实，这个川普阵营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看到现在无论是媒体的报道，无论是这个募款的能力，无论是议题的掌握，甚至于现在网络的声量似乎都比较导向这个贺锦丽这个团队这边。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民调，过去都是川普领先，那你综合起来，其实川普大概都是领先1到2%，幅度也很小。但是就光这几天，《纽约时报》去综合了几家这个美国比较具有权威的这个民调公司，说贺锦丽开始领先了，而且是领先1%。甚至还有民调啦，个别民调做到说领先4%，48比44，但综合之下是领先1%。那摇摆州的部分确实也开始有一些调整，但我觉得讲一下华兹这个，我觉得蛮特别，因为现在《纽约时报》就写说，为什么去挑华兹？因为刚刚提到了嘛，他第3名嘛，本来心目当中大家本来想说会挑宾州的州长，宾州州长这个宾州对于民主党来说是非赢不可的。你没有赢宾州的话，你很难想到任何办法可以获得总统的选举的胜利哦。所以因此，为什么去挑了华兹？结果他们说，这个贺锦丽去面试华兹的时候，问他几个问题。华兹首先跟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选我的话，你要教我怎么用读稿机。我不用读稿机了，从来没有用过读稿机。”那贺锦丽觉得说：“这很真诚啊，你说话是来自心里的哦，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我们可能认为说，没有读稿机有点危险，但他是觉得说，很棒啊，因为你说话是大家可以听得懂。”说话是真诚，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这可能贺锦丽认为很重要。华兹跟贺锦丽说：“我不想选总统，因为过去可能会造成说总统、副总统可能都有政治企图的一些压力嘛，对不对？所以特别贺锦丽团队问他说：‘你未来的政治企图是什么？’他说：‘我是辅助你，我并不是要选总统。’那他们就说，相对宾州州长，宾州州长是有政治企图的哦，他是摆明想选总统的哦，所以大家担心说未来可能会产生这个冲突。但再来，我觉得蛮有趣是这样。他们认为他的背景很特别因为他背景当然刚刚提到嘛，国民兵当过高中的社会科学老师，当过这个所谓的教练其实是很基层出身的，所以大家认为说可以对美国中部、中西部有吸引力。大家认为说，刚这个大佬提到 Uncle Next Door 隔壁的这个阿伯，大家觉得很有亲和力。但是我觉得我们从台湾大概关注的部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部分。那事实上他过去在中国教过书，对中国是蛮熟悉。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他在选举舞台上他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道谢的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亚洲文化的象征但是过去他确实对于中国民主议题、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相当的关注，包括过去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有支持2017年的香港民主法案甚至于有跟这个达赖喇嘛跟这个黄之锋等等有见面甚至于当时还有呼吁说中国要尽快释放这个刘晓波。我觉得蛮特别是这样，他在天安门发生之后的5周年结婚，当天结婚了。他说他刻意选这个日子，因为天安门对他说印象太深刻所以他因此选择他结婚纪念日就是6·4当天。所以可见啦，因为贺锦丽大家多数认为说他的外交经验并不是非常丰满所以是不是华兹的加入？包括过去他有国会的经验包括过去他甚至于了解中国，有参与中国不同事务的一些经验，会不会对说整体民众对这个贺锦丽跟华兹这样子的一个选票有加分效果？我认为是有把这个外交元素把它填进去。所以我认为整体而言，现在刚到了说了，选举还剩3个多月了，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但目前动力选举的动能应该是在民主党这边。不过他因为当了24年的这个兵了士官了。也不要拿出来讲他做过24年，他后来退役的时候，他的这个阶级叫做指挥士官长，但是不是军官，士官长，他是指挥士官长。结果这要到伊拉克的前夕，他突然退伍了，不要去伊拉克然后呢，突然就走了，说退就退，就搞得那个接替的士官长很生气，所以每次选举那个接他士官就出来骂他。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为什么？他跑了等等。所以这些选举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被拿出来谈。他也承认，他上次选举的时候，他说对，他说我当兵我从我当兵得到的远比别人得到的多。我后来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当兵给我的。他承认他从当兵获得很多那另外呢，这个现在有4个关键州，川普还是领先的那什么叫摇摆州呢？其实美国50个州，其他州不必看了，就看摇摆州：宾州、Wisconsin、North Carolina、Nevada、Michigan、Georgia、
Arizona， 这7个叫做摇摆州。在摇摆州里面那么川普在4个，在 Georgia， 在 Arizona， 在 Nevada、North Carolina 都领先。那另外在大州、宾州、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大州平，大概打平，情况大概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老共啊，现在又这个，他前阵不是搞一个惩毒台独，他要惩罚22条。那最新的进度，那你们发表了就没事了？有，他公布10个人叫做台独名单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萧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非凡、陈椒华、王定宇，公布了10个那这个。而且这边还可以举报，他还说可以举报，你可以举报到底谁是台独那倒是一堆人乱举报一通那这个学者是说，涉台学者说，对老百姓融合，对分裂势力下重手，就对老百姓可能呢这个放什么胡姓士官回台湾等等，但是呢这个一方面又下重手那陆委会你这样对两岸和平没有什么好处嘛？这是良性互动吗？这不是良性互动嘛？你搞这干什么呢？陆委会去骂他那他们在白宫有记者去问白宫说老共要惩罚这台独，那你怎么看？白宫那还是那一套那新闻秘书说一中政策不变基于这个台湾关系法、依法、3公报、6保证的一中政策然后呢，这是我们跟中共的一中原则不同，我们是一中政策还是老调，反正就讲这一套就是了就一个对题嘛。萧美琴他不要回答你，53岁生日然后呢说他吃披萨然后呢配这个香菜蓝莓起司这我没吃过这样的蓝莓起司有了，这再加个香菜没吃过好，那么许愿台湾平安富饶。那另外呢，这个被列为顽固分子，陈椒华说我不会害怕。王定宇说国台办想干嘛由他去吧，爱干嘛就干嘛那另外呢，蓝营也认为不对说互贴标签不利于两岸的沟通了那白营是严厉谴责，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各种形式打压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呢搞这个台独封神榜名嘴也说来换一招吧，不老这一招，老这样没什么用好，那么今天任内第一波晋升将官这个赖清德了他跟每个都去握手，然后再提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你是你，我是我等等好，我们看一下。那我是狮子座，我也是猫科。那希望天底下所有的猫农们也都要继续为自己家里面的猫小孩贡献罐头还有好吃的东西，但是也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不管你是照顾猫或是照顾自己的小孩，大家父亲节快乐。这祝福会不会也对自己说？因为狮子座的副总统生日刚好就在猫咪日的前一天，脸书晒出特制香菜蛋糕，萧美琴更许愿台湾天天都是世界金牌。只是生日送礼的还有大陆国台办。打开中共国台办网站，有个新浮动板块，跑来跑去，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10个大字很醒目。点进去是个新设的网页，有份暂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有副总统萧美琴、前阁揆苏贞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10人。副总统，国台办把你置顶在台独专区，喜欢这个礼物吗？我们的民主体制、我们的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硬要把台湾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昧着良心。至于国台办想要干嘛，就由他去吧。当作是光荣勋章，与有荣焉。前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也在名单内，实力发文酸，国台办是没有预算的吗？台独分子绕行国台办网页，像话吗？而把网页持续往下滑，也新增2个栏目，分别为举报清单暂列的台独顽固分子线索和罪行，以及举报犯罪严重的新台独顽固分子。点进去则是有个 email， 欢迎大家来当廖北亚。
这样的做法只是对两岸交流互动制造更多的障碍，对促进两岸良性交流没有任何好处。不过，随着国台办这网页和举报系统上线，以台派的思维来说，争先抢上台独金榜提名大赛，恐怕正式开始。那广台独名单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嘛，对台湾的那个应该还要再更深入了，了解不够。那如果要玩像美国那种长臂管辖权的话，美国的那个 CIA 可以坐直升机，然后到巴拿马去抓他的强人，抓回来佛罗里达给他审判，就把他关起来。那你这个长臂管辖权，你要像美国这样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你如果天天在那边喊，这样一直弄到最后会疲乏。那王定宇这样消减他们。也是刚刚好而已所以应该是换个角度公布，跟中国大陆和好的这些人，第一名一定是赵少康第二名搞不好是我第一名你第一名，所以他经常交流啊什么不错啊，替渔民争取很多福利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最近他们对我们这边的基层的想法跟我们的这些反应还是不到位，这是我的看法南孟凯，审读22条，然后再来公布所谓的10大独派台独名单那我们想请教，这10位会去中国大陆吗？那如果说不会去中国大陆，请教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公布到底达到什么效果？除了说让这一些绿营的人士拿来变成是光荣的勋章，然后并且更加的觉得说他们是中共认证的这个台独代言人以外，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跟意义啊。举报系统更是无聊。难道我们台湾2350万人，国内我们会有人去做举报的动作吗？所以说，其实中国大陆，我认同刚刚苏委员的讲法，就是说，对于台湾内部民主的一个状况，其实他们是了解不够透彻，或是说他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特定的单位想要跟上级来做一个交代了事？那有次长级的人士因为最近立法院休会，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来持续的沟通一些政策。次长级的人士就到我办公室我们就在谈我也讲，因为过去我在交通委员会，我很注重观光、旅游、住宿、餐饮发展等相关议题。那其中大陆两岸之间的观光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次长级人士跟我讲是说，原本我们是有计划想要进一步的有善意，但是因为中国大陆那边放出所谓的这个审读22条之后，我们又往后退了。我说，那如果说真的是如同您刚刚讲的话，那这样很危险了。什么危险？就代表说两岸其实没有私下沟通，就民进党政府现在跟中国大陆对岸是没有私下沟通的管道，所以说才会变成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有想要释出善意的时候，我们不清楚说对岸不清楚，以及我们也不清楚说对岸会有所谓的审读22条的一个公布。那这样变成是两方面都是看到新闻报道、媒体报道之后，我们才知道对方进一步的动作。那这样就会如同恶意螺旋，你强一步，我强一步，就会越来越往恶意的螺旋走，那就没有办法有沟通互信的机制嘛。我们当然是期待的是说，两岸如果说真的能够和平稳定相处的话，会是大家彼此有默契，越往好的方向走。所以说，其实在这一个节骨眼，就变成是现在民进党政府是不是也对于中国大陆这边真的没有私下沟通的管道，或是双方可以互信的管道？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些管道其实重点在避免什么？就是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上一段节目我们谈到的是美国总统大选，还有3个多月结果就要出炉。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其实两边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现在都在比一件事情。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比谁对中国大陆更加强硬嘛。因为美国人想要看到现阶段美国的主旋律可能是这样，所以说都想要看到这个部分。但是重点在于是美国它有实力、有能力，他们的地理环境以及内需市场，他们都足够有底气去跟中国大陆拍板，并且越来越强硬。但台湾毕竟是在中国大陆附近，而且我们现在的两岸关系真的有办法说越来越强硬到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吗？那最后我只讲，就说美国总统大选，因为我这一次跟江启臣副院长去欧洲走了一趟，我们也跟这个欧洲的很多的不管是国会议员有时候交流，那当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个拜登总统，他宣布说他不参选2024，所以也都谈论到美国总统大选了。我们到最后都会提到，那就3个结论啦。我没有办法说死，但就说3个结论，就是第一，
大家会讨论是说，到底美国现在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性总统了没？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因为2016年有女性总统参选人，但到最后她没有当选。2024年，美国人民有办法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吗？第二，在这一次的2024大选里面，看起来还是川普的喜好度跟反感度的一个对决啊。以及第三，无论是到最后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当选，可能差距都不会太大。那如果说不会太大的情况下，美国未来也势必要有一个阵痛期也好，或者说磨合期也好，让美国国内的这个两边族群不要对立的如此严重。接下来再回来。